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主角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但他背后牵扯出的东西可远远超出了法律条文本身。这就是陈经元博士的故事，一个关于思想、权利和责任的故事。我没有进行过核实，也不打算去核实。你没听错，这句话不是被告人说的，而是来自法庭上的检察官。就是这么一句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话，却成了我们理解整个事件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去审视一个关于正义、真理和权利的宏大故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案子的双方，一边呢是一位物理学博士，还是复杂系统理论的专家；另一边呢，罪名是寻衅滋事，原因只是因为在网上转发了一些帖子。你看这个反差是不是特别大？这其实就是整个案子的核心谜题。一个学者怎么会因为转发了点东西就进了监狱呢？咱们就先从这儿开始，看看这位学者的所谓罪行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呢，这个陈经元博士，他可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那种社会活动家，他是个纯粹的学者，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的还是那种特别高深的非线性复杂系统。最近这些年呢，他更像是个隐士，过着独立学者的生活，一边做研究，一边还照顾着自己年迈的父母。他在网上的活动也大多是转发一些学术文章啊、艺术作品或者评论什么的。那么当这样一位学者站上法庭的时候，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又是什么呢？整个司法系统又是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的呢？庭审上的交锋啊，说白了就围绕着3个核心问题。第一，他转发的到底是什么？检方说这是虚假信息、谣言，但陈博士反驳说，我转的很多是观点，是艺术评论，这些东西没法用真假来判断啊。第二，造成危害了吗？检方说造成了严重的公共秩序混乱，可辩护方说他账号就那么点粉丝，怎么可能造成什么实际的骚乱呢？第3点也是最关键的，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故意想闹事儿，还是仅仅出于一个学者的研究兴趣？这就有意思了。法院在判决的时候给出了一个特别关键但也特别有争议的理由。你看，法院认为就是因为陈博士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学历高，所以你应该能明辨是非。换句话说，他读了那么多书，他的知识水平反而成了证明他有犯罪意图的一个依据。这个逻辑大家可以品一品。而且整个法律流程走的是快得惊人，从2022年9月被带走到第2年5月份终审裁定下来，总共也就8个多月，案子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他的上诉甚至连一次新的庭审都没有，就直接被驳回了。要想真正看懂这个案子，光停留在法律条文的表面，那肯定是不够的。相关的分析就提出来，咱们得换个角度，借助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来审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恶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恶之平庸。这词儿听起来有点玄乎，但其实他想说的是一个很颠覆性的观点，就是说历史上那些滔天大罪干这些事儿的人不一定都是什么天生的恶魔、变态狂，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普通人，是那些放弃了独立思考，只是作为一个系统里的小零件，在按规定办事儿的普通人。所以你看阿伦特这句话呢，可以说是点睛之秘。他把作恶的根源从个体的坏心眼转移到了系统性的不思考上。他提醒我们，当一个人放弃了批判和思考，仅仅是机械的去执行命令的时候，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巨大罪恶的一环。好，现在咱们再回头看检察官在法庭上说的那句我不打算去核实，把它放到阿伦特这个遏制平庸的理论框架里一看，这个味道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个人恶意问题了，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现象。整个系统在高效的运转，但身处其中的个体却可能放弃了对真相最基本的探求和思考。除了对个体责任的思考，这个案子还把我们推到了另一个经典的哲学难题面前，那就是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这两者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像以赛亚·柏林、约翰·罗尔斯这些大思想家，可以说花了一辈子时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你看，这个案子就是这个核心冲突的一个缩影。一边是个人的自由，我有权利去思考、去说话、去分享信息；另一边是所谓的集体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可能需要对信息的流动进行控制。那么，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就应该为这个有点模糊的社会稳定让步呢？如果我们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看，这个判决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像言论自由这种最基本的权利，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只有为了保障其他更基本的自由，它才可能被限制。你绝不能为了一个抽象的，比如社会稳定这样的目标，就随便牺牲掉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所以你看，这就回到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为了追求秩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牺牲自由才是正当呢？这个问题，每个社会都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好了，说了这么多理论，那咱们再回到现实，回到陈经院博士本人，对他来说，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陈经元博士在狱中写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即使身陷领域，面对巨大的压力，他的态度也从未动摇。他坚称自己无罪，并且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什么犯罪，而是一个学者和一个公民本就该做的事。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了阿伦特的这个强有力的观点。如果用这话来看陈经元的案子，那么他转发帖子的这个所谓的罪行，是不是就可以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思考的行动呢？所以说啊，这个案子到最后，其实已经不只是关于陈经元一个人的事儿了。他把一个特别古老但又特别现实的问题，又一次扔到了我们每个人面前。当法律的规定和我们内心的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我们真正的责任到底是什么？